据印度和美国媒体披露，及俄方确认，印度总理莫迪即将访问俄罗斯，这将是莫迪开启第3任期后首次访俄，也是他自俄乌冲突以来首次到访莫斯科。印度也成为在俄罗斯遭美西方新一轮制裁之后首个到访莫斯科的大国领导人。印度近年来不断和美国走近，但也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莫迪此访为何被美西方视为冒险？印度的两面外交能否成功？来看报道。据印度论坛报24号率先披露，印度总理莫迪将于7月8号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进行为期1天的访问，期间预计将讨论加强俄印之间的合作。25号，俄罗斯总统外事助理乌沙科夫对此访予以了证实，表示俄印双方正在积极筹备，但访问的具体日期暂时不能透露，要等双方共同宣布。而俄罗斯塔斯社则引述消息人士的话称，莫迪此访为期2天，而不是印度媒体所说的1天。印度快报网站、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26号报道，印度和俄罗斯政府正在探讨莫迪7月8日至9日的访俄安排。报道强调，莫迪此次出访意义重大。首先，这将是一次独立于两国领导人年度双边峰会之外的访问行程。其次，莫迪在不久前开始了自己的第3任总理任期，而普京也在今年成功连任俄罗斯总统。Visit to Russia would be PM Modi's first bilateral engagement in his 3rd term. In the past, India's neighborhood has been given priority. This time, his choice is Russia. It underscores his commitment to this relationship. 这个信号呢，实际上是表明莫迪的第3任期当中呢，这个外交政策呢，依然是坚持过去的对俄友好的这么一个政策啊。另外一个呢，印度也可能不参加呢这个今年在俄罗斯举行的这个上合的峰会，所以呢，他提前呢对莫斯科进行访问啊，所以是一定意义上说是对俄罗斯方面的这个安抚。自2000年以来，印度总理和俄罗斯总统每年都举行双边峰会，举办地点则并无一定之规，这也是俄印战略伙伴关系中最高级别的制度化对话机制。公开报道显示，莫迪上次访问俄罗斯并与普京见面，就是在2019年前往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第20次俄印年度双边峰会，而他上一次到访莫斯科则要追溯到2015年。印度媒体称，自莫迪上次访俄至今，双边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的诱惑下迅速倒向美国，在美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下，印度成为了俄罗斯原油的重要买家。如今，俄原油更是占到了印度原油进口总量的40%。报道称，针对冲突本身，过去2年来，莫迪政府一直在美俄之间保持外交平衡，避免公开谴责俄方行为，代之以呼吁和平解决。在联合国安理会，印度则采取了微妙的立场，对多项反对俄罗斯的决议投了弃权票。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白宫高层对印度的背叛行为感到愤怒。实际上，历史上俄印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双方高层接触从未中断。去年12月，印度外长苏杰生访俄，讨论的议题十分广泛，特别是在共同生产军事装备的计划上取得了重要进展。观察指出，同时寻求美国和俄罗斯的军事技术支持，是印度近些年外交的一个显著特征。整体而言呢，就是印度跟俄罗斯的这个传统的战略友谊仍然是存在的了，但是现在印度的外交整体是亲美的，所以对印俄关系的这个伤害也是相当大的。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俄罗斯跟印度是有领导人的年度会晤机制的，但是呢，这些年呢基本上都暂停了。所以我觉得这次莫迪的访问呢，一定意义上说是这个在努力恢复一下这个印度和俄罗斯的这个关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冷战时期。尽管西方政府对俄罗斯实施了多次制裁，但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十分强劲，其中军备武器就是双方合作的一块大蛋糕。长期以来，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国。数据显示，印度过去20年内购买的武器中，约65%由俄罗斯供应，其中包括S-400防空导弹系统、苏30战斗
斗机等先进装备。两国共同研制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也成为印度军队自用及出口的主力武器，被视为印度之光。即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印之间的军火订单也并未停止。美国防长奥斯汀对印度继续采购俄罗斯武器多次表达不满，施压印度采购更多的美国武器，以淘汰俄罗斯武器。During the visit, India and Russia could sign a defense logistics pact. Moscow has already approved the agreement's draft. It will facilitate deeper military engagements between both sides. The pact would enable more military drills, trainings, and even disaster relief efforts. 针对此次莫迪即将访俄，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25号表示，在两国政府公开确认此访前，拒绝发表评论。但针对俄印合作，美方的风凉话却不少，并不时对印度发出警告。26号刚结束对印度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希望与印度发展技术合作，但印方与俄罗斯保持关系之举正在多方面阻碍这一合作。他同时强调，美国对此表示担忧，并正在采取措施消除俄印合作的所谓负面影响。近年来，为制衡中国在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印度快速倒向美国，但这一策略备受质疑。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2号发表印度学者阿比纳夫·潘迪亚的文章《美印关系能持续吗》。文中提到，尽管近年来印度加入四方安全对话，也可以从美国获得技术、投资等方面的好处，但美印关系从根本上说仍然脆弱，双方还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不少美国学者也认为，印度事实上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的短板所在。印度的大国外交呢，整体上是这个多头结盟啊，多头这个利好的这么一个政策啊，因为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实际上是抓住了美国的这个最大的这个战略诉求，在这个共同的这个遏制中国这个取向上呢，美国和印度呢达成了比较一致啊。所以这样呢，就能够这个让美国原谅他对俄罗斯的采取的很多的这个政策啊，所以这也就是目前印度呢在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呢能够这个搞这个平衡，能够继续玩得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据印度快报网站报道，新德里和莫斯科正在探讨印度总理莫迪7月8号至9号的访俄安排。那您如何看待俄印之间的突然走近呢？我认为此举意味着俄罗斯的外交战略正企图在一大一小两个层面搞外交平衡战术。大的层面指的是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尤其是高科技层面全方位制裁与围堵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正通过向东看的战略来进行突围与反制。小的层面指的是在具体落实向东看战略的过程当中，俄罗斯也不准备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而是要在亚洲地区的多个友好国家之间也搞外交上的平衡战术。这就是最近普京总统先是访问朝鲜与越南，后又准备邀请印度总理莫迪访俄，在欧亚大陆的东边完成了3个重要战略部署的原因。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这次俄印之间的突然走近，实际上意味着俄罗斯准备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维持等边三角形的外交关系。对此我们实际上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对于俄罗斯来说，为了解决当前的俄乌战事困境，肯定是希望中国给予其无条件的支持与合作，而中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维护。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同时转向印度也就很好理解了。同样，普京访问朝鲜，跟朝鲜签订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让俄朝关系几乎回到了冷战时期的军事同盟状态，也不仅仅是为了反制美日韩，同时也有要在区内搞战略平衡的意味。这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区内的各方都有着自己的国家利益需要维护。对于俄罗斯来说，朝鲜可能是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找得到的唯一可以向其提供大量常规武器和弹药的国家。对于朝鲜来说，俄罗斯这是可以为其提供尖端军事技术，甚至是核技术的国家。而基于自身的国家安全与维护国际正义的需要，中国在半岛问题上也是有自己的底线的，也就是既坚持半岛无核化，
也反对半岛深圳生乱，因此我们既不可能完全护和朝鲜，也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毫无顾忌。在俄越关系问题上，普京这次访问越南，既跟越南达成了安全上的合作协议，还涉及了海上油气资源开采问题。这也就意味着越南也想在俄罗斯、中国、美国之间搞平衡，甚至是相互制衡战术。从中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像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那样黑白分明。这背后涉及了复杂的利益关系，也涉及了复杂的权谋与算计。那印度总理莫迪打算在这个节骨眼上访问俄罗斯，背后打的又是什么算盘呢？西方有句谚语叫"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作为一个奉行现实主义外交战略的政治人物，莫迪肯定不会跟自己的国家利益过不去，而且会充分利用俄乌战事，尤其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势不两立所带来的战略机遇，实现自身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我认为，虽然在俄乌战事之后，印度对俄罗斯军事武器的兴趣已经大为下降，但是其对俄罗斯廉价甚至是亏本大甩卖的油气资源的兴趣却是与日俱增的。有西方媒体甚至披露，近几年来，印度在俄乌战事中可谓是大发了一把俄罗斯的国难财，不仅自己采购了大量的俄罗斯廉价油气，甚至还将从俄罗斯进口的油气资源转手就高价倒卖给了一些西方国家。除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之外，我认为莫迪之所以顶着巨大的压力也要做一个逆行者，主动跟俄罗斯走近，还有外交战略层面的因素。或者说，莫迪也准备在中俄印、美俄印以及中美印3个三角关系当中玩弄所谓的大国平衡，甚至是相互制衡战略。这些年来，莫迪之所以跟美国走近，甚至是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反制中国，尤其是要在中印领土主权纷争问题上扯美国的虎皮来做大旗。同样，莫迪这次跟俄罗斯走近，本着的也是同样的目的，也就是要利用印俄关系来制衡中国。有消息称，俄印两国有可能会签署一份秘密军事协议，允许在对方国家部署军事力量，并共享双方的港口和军事机场。这一动向值得中国高度关注。除此之外，莫迪选择跟俄罗斯走近，也有利用印俄关系来撬动美印关系的意味在里面。我们知道，这些年来，印度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是在东西两边游走、两边通吃，混得可谓是如鱼得水。既加入了金砖国家组织，也出席了七国集团峰会；既加入了上合组织，也出席了北约峰会；加入了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而且从总体倾向上面来看，印度虽然脚踏两条船，但它的外交战略重心还是放在右脚上的，也就是总体上倾向于导向美西方的。这个也就意味着，莫迪这次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俄罗斯走近，其真正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导向俄罗斯，而是要利用印俄关系这个杠杆来撬动美印关系，或者说是为了在美印俄这个三角恋当中让美国吃醋，从而拿出更多的诚意，带着更多的厚礼来追求印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真正的伤头鹰其实是印度，而不是俄罗斯。